陆总，快请坐。上次你说想尝尝红酒，我特意为你挑了一瓶，希望你能喜欢。你今天过来，不只是单单给我送一瓶红酒的吧？其实是想请你帮一个小忙。你也知道，我们 Lazy 的概念店即将要开业，希望能帮我们做一个独家报道。Lazy 最近的广告宣传铺天盖地啊！我相信开业的那天，一定有很多家媒体做报道。为什么偏偏选择我们针锋上做独家呢？因为我只认识你。其实以 Lazy 最近的势头，想认识任何一家媒体都不是问题啊。他们没有你专业。好吧，那就谢谢陆总，给了我这么好的头条，还有红酒。整体效果不错，这半年辛苦你了。应该的。公关公司已经把活动方案按照你之前提出的要求做了最后的更改。值得表扬。陆总，这大批货都已经到了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好啊。大家都注意了，衣服一定要检查好吊牌才能书单入库。还有陈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尺寸，和衣架上保持一致，这些小错误不能犯。OK？ 好的，好的。陆总，经过这么久的努力，现在终于要马上开业了，我们一定会成功的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施恩门店的门口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在我的身后已经排起了一条很长很长的队伍。施恩新款上市，现场非常的火爆，客流量不断，因此还限制了人流。大家可以看到身后的人非常的多，可以看得出来，施恩这次新品推出深得顾客的喜爱。这里姐，我都要吃，我想要都给我了。谢谢。关于下一季度销售的调整问题，我们要有一个方案。继续。考虑的怎么样了？陆总，来快点！你看，这些衣服跟咱们马上要上市的货几乎一模一样。谁家的？ no。
沈总，舌纹脉疯了。怎么了？这买这么挺深的，这看着有点。这些款式倒是挺新颖的。对呀。不过从设计上看，不像孙彼得手笔啊。这些都是 Laser 的设计啊。你看，孙彼得，这明显就是抄袭，咱们得告他。他们早在我们之前上市，除非我们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他们剽窃，否则于事无补。那我们那批货怎么办？封存。封存？卢总，如果这么一来的话，咱们的经济损失可就惨重了。马上就要开业了，邀请函也都发出去了，我们卖什么呀？你马上去趟工厂，把剩余所有的货全都提出来，保证一件都不能流入到市场。好。还有，开业的时间推迟3天，就说装修延误。行，那我现在就过去办。孙总早，孙总早，孙总早。坐。这个是今天全国门店的销售情况，创了10人的历史记录。照这个势头下去啊，咱们迟早有一天要超过 Alice。超过 Alice， 只不过是一个小目标。诗人要做的是未来世界女装的潮流先锋。孙总，孙总，孙总。这次的设计呢，确实是才华出众啊，但不是我做的。难道孙总请了新的设计总监？怎么？担心你们饭碗啊？担心就对了。我这个人你们都知道的，一向都赏罚分明，是吧？谁做的款式大卖，哪个部门奖金自然会涨。相反，谁的款要是3个月以内都达不到销售业绩，不好意思，自动离开。有什么样的老板，就应该有什么样的员工。我提醒各位啊，如果你们不把打倒 LSA 作为眼下的目标的话，趁早离开。这些面料实在太差了，可惜了这些好的设计。Laser 的设计怎么会突然被诗恩拿去销售？孙彼得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一定是他抄的。Laser 马上就要开业了，走漏设计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陆准身上？陆准这人太张扬，难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是吧？陆总，您怎么来了？哎，陆总，您不能进去。哎，陆总。沈总，对不起，我没拦住。你先去忙吧。陆准，你来这里干嘛？你不应该给我个解释吗？喂，是诗恩剽窃你们 Lazy 的设计，你来我们 Alice 做什么？我好像并没有问你什么呀，你着什么急啊？设计我只给你一个人看过，总不至于我问问都不可以吧？你有这样的怀疑，我可以理解。
是他主动把 Lazy 的设计给你，你不用回应他。我现在怀疑当初你是不是故意这么做的？一个马上要上市的成衣设计，怎么会给对手公司？你是想用这种方式对 Alice 倒打一耙？我说的对不对？那你倒说说看，这么做对于我来讲有什么好处吗？现在受到最大伤害的好像是 Lazy， 而你们 Alice 只是被我责问而已。你倒说说看。陆总，你先不要激动，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你保证，你给我的设计图只有我和秦野看过，我没有把你的设计图流出去，我相信秦野也不会。哼，或许是你们 Lazy 内部出了问题呢。到我公司兴师问罪之前，先把你们自己家查清楚，好吗？这个时候，我觉得你应该去找孙彼得问问清楚。他是我同学，他的手段我很清楚。现在服装才刚刚上市，你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，尽可能的去挽回你的损失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帮你。不用你说，我也会去找他。我只是希望这件事情真的跟你没有关系。简直无耻！他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要换作是我也会这么怀疑的。你干嘛同情他啊？这个陆转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他没有你说的这么坏。伊恩，你什么时候向着陆转了？好了，你可以去忙了。让一下。哎，设计图谁卖你的？你谁呀？咱们认识吗？我叫陆准 ，Lazy 的总裁。你们施恩店里卖的最火的衣服，是我们公司的设计。什么意思？那你就说我抄袭啊！你有证据？孙彼得，别跟我废话。施恩的衣服是不是原创，你心里头有数。我不想和你浪费时间，我只给你2种选择：一，我们法庭上见。既然你们偷了我们 Lazy 的设计，那我们一定要还击。关键是这个官司你们打得起吗？施恩是靠着 Lazy 的设计大火，是你们赚了不少钱，可是，一旦走了法律程序，你们所有店铺里所有衣服都要下架。以你现在的资产，你负担得起吗？第二呢？告诉我，谁把设计卖给你的？这件事儿我不予追究。我怎么信你？你有的选吗？陆总，工厂都已经停止生产了，所有生产出来的成衣我都锁在仓库里，剩余的布料我也快回收了。直到现在为止，我们的损失已经到达了2000多万了。通知相关客户开业退车吗？都已经通知了，他们也觉得奇怪。陆总，要不从法国调些货回来，新衣服开业吧？不行，这是 Lazy 在中国的第1家店铺，不可能用在法国上过市的东西。好吧，我有个想法，不知道该不该说。你是怀疑有内鬼？对。
咱们的保安系统是刚刚升过级的，有的时候连我进出都困难，怎么会有外人进来偷呢？我怎么想都是咱们内部的人把这个设计给流出去的。我真不愿意相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好吧，你吩咐下去，所有的安保系统重新优化升级。3天之内必须要做到出入1人1卡，不得转接。还有，公司所有的工作人员要验证身份，外来人员必须报备登记。同时，所有的出入口、办公区域、安保设备全面展开，一个角落都不能落下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办。主编，进。这个是 Lazy 公司开业的邀请函，不过他们刚刚打电话过来说是延期了。改期了？为什么？好像是装修改期吧。好吧，不管改到哪一天，把那天给我腾出来，不要做其他安排。去忙吧。好的。欧阳希子代言的设计，我已经安排下去打样了。看一下。哎，别再去想 Lazy 的事了，他们自己的问题，怨我们干嘛？我只是很奇怪，孙彼得怎么会拿到 Lazy 的设计呢？那谁知道？孙彼得一向爱抄别人的。陆准他不可能这么不小心的。你不会真怀疑是我吧？哦，全世界怀疑我也就算，怎么连你都怀疑？我当然不会怀疑你了，我只是不希望 Alice 又多一个敌人而已。说句实话，我总觉得陆准这个人藏得很深，给我一种很奇怪的感觉。你又开始了是吧？我说这句话没有任何偏见，这个人肯定有问题，具体哪里不对劲儿，我一时还有些说不上来。你先出去吧，我累了。哦，我真出去了，真出去了。嘿，嗨，好久不见。嗨，来里边去。非常感谢四位不远万里的来到中国，以个人的名义来帮我，非常感谢。We're your friends. We can appear whenever you want. 我为四位准备了50名顶尖的刺绣打板缝纫师，专门为四位服务。Know our design quantity? 放心，四位的设计我只出限2款，
So what are we waiting for? 辛苦四位了，请。这几天的安保工作一定要做好，监控方案做出来了吗？明天我要看到上热搜。行，我马上就去办。陆总，这几位设计师的设计只能限量发售，销售额肯定会受影响。要不要我再去找一些新锐设计师，再多几条生产线，到时候也可以补充。不用，我花这么高的代价把他们请回来，不只是为了把衣服卖掉。这4位设计师的设计都是国际顶尖的，可是 Lazy 现在的价格定位比他们自有的品牌要低一个档次，所以只能做限定，才能不影响其价值。那我们又要采取拍卖竞价的销售手段？抬高价钱的方式只会让人远离 Lazy。我们不是做高定，营销形式上还是要亲民。按照他们几位的影响力，还有咱们原定的价格，这批货只要一上架，肯定会销售一空的。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办？做好我让你做的，其他的交给我。OK。不错，西子姐，咱们换个角度，再来2张。西子姐，咱们换个角度，再拍几张。可不可以先休息一下？化妆，拍那个西子姐。咱们那边的那个灯稍微高一点，那个灯，对。这个人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一直打给我？我已经派人去查了，你别上火。要不我们先安心工作。我今天不想拍了。别这样，上次在巴黎的秀，沈嫣已经很不高兴了。请你搞清楚就好了，是我帮他们拍照，欧阳希子并不是卖给 Alice。仗着自己出名耍大牌。你就跟他们说我今天身体不舒服，要去看医生。哎，我的衣服呢？西子姐，西子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西子姐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。有小马哥，还有维多利亚。Lazy 居然请了4大设计师来助阵，还说只推限量版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全是这新闻。听说已经有人去门店门口排队了。哎呦，我说这种级别的限量版肯定是被拍卖的，要不然就是秒杀，主要是抓人眼球来了。
哎，那你的意思是，根本买不到是吗？小丽，早安呀！早安，我请你喝咖啡。子琳，能帮我个忙？说呀。我听说你跟沈总认识 Lazy 的陆准了啊？怎么想让我当红娘啊？不是，你能不能帮人家买一下这次的限量款杯？我错了，这是你的咖啡，还给你啊。哎，子琳，大不了我再请你吃顿午饭，好不好？忙着呢，小雪。哎，子琳。怎么了，欧阳？我出车祸了。又坐在这儿发呆了。今天是中秋佳节嘛，我的赏月呀！你再好好想想，你最近到底有没有得罪什么人？怎么会突然有人跟踪你呢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哎，那个医生你联系了没啊？医生我问了，而且医生也说了，这点伤不会留疤。哎，不是，那如果留疤了怎么办？我还要拍广告呢。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不会留疤。你盯着啊，很一般的，爷爷读给你听。是沈烟。沈总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西子被跟踪了。西子姐从片场回来的时候，还发生了车祸。我非常确定，是一台白色的 SUV 跟着我。现在没有证据证明你被人跟踪了，说不定只是巧合，或者是意外。沈总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都受伤了，你还跟我说是巧合？现在我有人身安全，难道公司都不用负责任的？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，你好好想想，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？你们两个现在联合起来了，先是你怀疑我，然后换你质疑我。倒想问问你啊，你是不是最近有得罪什么人，所以牵连到我？我现在不想跟你争，给你也问不出什么。既然你现在人没事，你就好好休息。沈总，要我休息我就不干。欧阳希子，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我对你的容忍是有底线的。模特界的竞争是什么样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你觉得你还能红几年？
主编。刚刚有人送这个给你来，什么都没说，放下就走了。知道了，去忙吧。嗯哼。一定有猛料啊！我非常确定，是一台白色的 SUV 跟着我。现在没有证据证明你被人跟踪了，说不定只是巧合，或者是意外。怎么就停止了呢？继续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跟踪我？我为什么要跟踪你啊？我就住这儿。你住在这儿？对呀，就是这一通啊！没想到你会有这么疯狂的一面。别动，留作纪念好不好？你居然调查我，还故意搬到我家隔壁。你想太多了。你看什么看？你衣服撕破了，你以为？不，你想什么了？我看你什么了？我就，是我同事在这个院子里面帮我找的房子，我也不知道住在你的隔壁。如果我知道住在你的隔壁哪一间，我根本不会住在这儿。OK？ 那你刚刚干嘛吓唬我？我吓唬你？我在下面找东西，我抬起头就发现有人用手机拍我，我吓唬你。你觉得我是不是特别好骗？我为什么要骗你呢？啊，你给我个理由。是能赚钱是怎么？我已经很累了，我需要休息。OK， 再见。你等等。你真的不知道我住在这儿？我有话要说。可以一次性说完吗？Lazy 设计图外流，和我真的没关系。这件事情我相信你。那就好。我不希望 Lazy 一登陆中国就对 Alice 产生误解。开幕推迟的新闻我看到了，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，你竟然能想到聘请4大名设计师出场救急的办法。说实话，我很佩服你。这是在夸我吗？你是不是特别后悔当初没有选择跟我合作？你的手没事吧？是这一只了。不过好在你有良心，没什么大碍。既然和沈总成为了邻居，今天又是我的乔迁之喜，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当成我们友谊递进的第一个环节？
我盛情地邀请沈总成为我新家的第一个客人，我们喝喝茶，聊聊天。OK。有一种朋友叫做君子之交淡如水，我觉得很适合我们现在的关系。我听懂了，你是说我们已经成为朋友了，对吗？晚安。喂，喂，要不要我发给你啊？真的好精彩的。你干嘛？臭流氓！你放开我！喂，魏魏，喂，伊恩，快看邮箱。怎么了？欧阳希子出事儿了。到底什么事儿？她以前做过陪酒女，照片给曝光了。你等一下。消息已经传开了吗？目前没有，但是明天就不好说了。消息我已经查过了，的确是真的。但是他可能之前心里有说不出的苦衷吧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，魏魏。放开我！臭流氓！你放开我！跟踪狂！你个臭流氓！你放开我！怎么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把链接发给我。喂，老大，有什么吩咐？明天召开董事会。好，我这就通知。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，这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怎么啦？你说话呀！对，你小声一点。这照片哪里来的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这还重要吗？接呀！快接呀！喂，西子，你明天必须来趟公司。董事会那边我会帮你跟他们解释清楚的。到什么时候了？你还要我去公司帮你解释什么？不然你想怎么样？报警？你可以吗？你身为公众人物，一旦闹上警局，这事可就难收尾了。我明天让你来参加董事会，除了解释丑闻，也能让公司的法务帮你想办法处理。这件事情必须要私底下解决。你现在的地位你最清楚，稍有点闪失，你输得起吗？我劝你最好接受我的提议，明早赶紧过来。知道了。沈燕怎么说啊？你不要烦我啦！
西子姐，哎，我那个限量包你收去哪了？我找不到哎。西子姐，沈燕都说了，明天去公司可以找人帮你解决这个问题。你现在真的就这样走了？你别傻了，法国的事情沈燕这么生气，说要帮我，根本就只想把我骗去公司而已。可是，你别可是了，那个照片他拿得到，别人也拿得到。今天再不走，明天就来不及了。快点！谁啊？我不知道，从来没见过这个号码。喜子姐，要不我们去他们公司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吧？这件事情公司损失比我们更大，而且沈岩不会不管的。你别再说了，烦不烦啊？去把车子开过来。名模欧阳希子近来因代言 Alice 服饰而在事业上攀高峰，身价也在不断的翻涨。但近日有一组欧阳希子曾经在酒店陪酒的照片在网络上遭爆出。照片中，欧阳希子顶着浓妆，穿着短裙，露出香艳美腿，拿着酒杯搔首弄姿。谁请化妆？欧阳希子在警察局。沈总好，哎，沈总好，沈总好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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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大，这新闻怎么能连争锋上都有？丛主编这次也太不够朋友了吧？就算曾卫不报，其他媒体也还是会报的。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曾主编大早送来的，看来是因为报了欧阳希子的新闻，想和您道歉。他道什么歉？是我让他报的。魏魏，你报吧。没关系，这事儿我可以先压一压。你不报，总会有人报的。这个照片肯定不止你一家有。你现在已经是副总编了，千万不要因为我手软。妍，你通知我已经够意思了，赶紧抢个头条吧。啊，是您同意的？嗯。欧阳希子到了吗？还没有呢。那你去接一趟吧，一定要在董事会之前赶到。好。你看针锋上了吗？不光是针锋上，报摊上所有的报纸都看过了，包括手机推送。亏你还这么淡定。既然事情都发生了，只能接受了。你是不是已经有办法了？哎，一会儿董事们就要来了。霍老师。哎，霍老师啊，坐。霍老师，真不好意思，临时召开这个董事会。欧阳希子这一次的事情实在是没想到，真对不起。做公司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，遇到问题就去解决，不要对任何人说对不起。董事们要是能像您这样体谅一人就好了。你想到解决方案了吗？这个危机公关可不好处理。岑薇已经帮我查到了，欧阳希子做陪酒女的事情，她是有原因的。哦，看来你已经找到解决方案了。我说你还真淡定啊。
接电话呀？女士，请。这叫什么事儿？找了代言人，竟然是个陪酒女。教授，先别激动，这也不是沈总希望发生的事情。戴总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难道沈总在签约之前就什么都不知道吗？邵总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说我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不做前期调查？沈一恩，这件事儿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必须马上跟他解约。这种人啊，不能留在 Alice。对，不能留在公司里面。各位董事，今天召开这个临时会议，就是要向大家当面澄清欧阳希子陪酒的事情。澄清什么？照片上是清清楚楚，难道是 PS 的不成？不要等出了事儿，你就想起我们这些董事了。平时啊，你把我们这些股东放在眼里吗？公司要不是你一人说了算，哪里会出那么多事情？就是，说的没错。上次法国秀场就差点被那女人搞砸了，你不但没有追究她的责任，还继续把她留在公司当代言人。你这个 CEO 是怎么当的？你就别当 CEO 了，这太过分了！你给我们大家一个说法，怎么说？你们先冷静一点，问责也不能解决问题。我们还是先听听伊恩他自己来解释一下。别的我认，但公司并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。Alice 里面所有的重大决定都是经过董事会一致同意的。现在出了问题，你们不想办法解决，反而是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。如果你们想找人背黑锅的话，好，我来背。但是背了，也还是要解决问题。我说你们这一个个年纪也不小了啊，出了点事儿，发什么脾气啊 ？EQ 能不能高点啊？这是董事会，不是菜市场，明白吗？你什么你啊？青爷，注意点形象，坐下坐下，不要打断伊恩的发言。咱们现在最要紧的是尽快和欧阳希子解除代言合约，及时为公司止损。据我了解，欧阳希子这次的事件是有隐情的，他也答应了会当面来向大家解释，请你们听完他的解释再来做决定。那他人呢？出来澄清啊！我倒要听一听，一个陪酒女除了钱之外，还能有别的什么理由？对，叫他出来澄清。伊恩，你就让他来吧。喂，欧阳希子不见了，电话不接，家里也没人。好。伊恩，怎么了？对不起，霍董，人今天不能来了。不是出来要解释吗？人呢？我就说啊，这种人不能留，必须马上解约。对，我们绝不能手软，否则我们公司的名誉就毁在这个女人的手上。说的没错。大家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保证，一定会把这件事情解决好的。人犯错误没有关系，关键是能够承认错误，勇于承担责任。这个欧阳希子小姐，她之前就在巴黎犯过事，这一次又故意隐瞒自己的经历，确实可气。不过，伊恩是我们的总裁，他不会做出伤害公司的事情的，这一点我可以为他保证。不过，这次的事情事出突然，我们也应该给他多一点时间，让他好好的处理。行，既然霍总发话了，我没意见。不过沈一恩，我希望你尽快处理好，要不然我们来替你处理。
欢迎各位今天来参加施恩的新闻发布会。今天，我代表施恩向各位宣布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。根据市场的定位以及模特的气质，我们一致决定聘用欧阳希子小姐作为施恩最新的形象代言人。是合作了。 要不我们去他们公司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吧？这件事情公司损失比我们更大，而且沈岩不会不管的。你别再说了，烦不烦啊？希子小姐。 幸会幸会。欧阳希子来了！欧阳希子，欧阳希子来了！欧阳希子，走，去我们。哎，各位，欧阳小姐，大家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啊！哎呀，也是为了做一声做好啊！有什么问题一会儿我们一会儿再问啊！来，先回座位上坐好啊！坐。开始了哈。孙总，哎，欧阳希子不是艾丽森的代言人吗？施恩为什么会请她做代言？ 自从爆出欧阳陪酒的丑闻后，欧阳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今天却和施恩站在一起，是怎么回事儿？孙总给我们解释一下吧。安静啊！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必要让大家明白，欧阳小姐其实是一个受害者。她是受害者，不是吧？受害者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故意这么做的吗？是被陷害的吗？来，安静。跟我说。跟我们说一下吧，妻子小姐。首先，第一点必须要说明的是 ，LC 在没有深入的了解事件经过的情况下，以及并没有给欧阳小姐一个解释的机会的情况下，已经单方面解除了与欧阳小姐的代言合约。所以，今天施恩的所作所为是完全合法的。第二，其实这件事情。 欧阳小姐是有苦衷的，我想请在座的媒体朋友给她多一点时间，让她慢慢的把事实的真相告诉大家，好吗？希子小姐给我们说一下吧，给我们解释一下。说出来吧。是真的吗？解释一下可以吗？别怕，你都忍这么久了，太辛苦了。 首先，正如大家照片所见，我承认，在我做模特的初期，我迫于生计，我确实做过陪酒女。啊，真的呀？真的？是真的吗？身为一个公众人物，我带给大家这么多负面的消息，我在这里真诚的跟大家说声抱歉。我不奢求得到大众对我的原谅，但是卸下这些明星光环之后，我只是一个很爱我家人的平凡人。我希望大家能不能体谅一个作为家长的心情，能不能不要再报道这件事情，还给我的孩子一个单纯、健康的生长环境。谢谢大家。
安静，安静，安静啊！其实呢，当我知道欧阳小姐身上发生这么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，我跟大家的反应是一样的啊，很痛心，很惋惜。但是，当我知道她所做的一切，都只是为了自己的孩子，在那一瞬间，我全都明白了。各位，请看大屏幕。对呀。这就是你们看到的欧阳希子。在屏幕前，她是一个光彩照人的大明星，千万人的女神哈。但是在屏幕后呢，正如你们看到的一样，她也只不过是一位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母亲而已。欧阳小姐初社会的时候遇人不淑，被迫成为了一名单身的母亲。怎么能这样呢？我恳请各位媒体朋友放过她，放过这位可怜的妈妈。她只不过是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罢了。谢谢。所以今天，我诚意邀请欧阳希子小姐作为诗人新一季的品牌代言人。代言人？我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我想告诉大家，不能因为一个人过去所犯的错，就否认他的现在，甚至否认他的一生。那些狭隘的企业，利益至上，满脑子想着怎么挣钱，诗人不是。我们应该以爱待人，以善为先，从心出发。诗人绝对不会放弃欧阳希子小姐。那什么时候签约呢？希子小姐，那我们今天就在这儿把签约仪式办了。希望你和诗人一起，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美好和希望。欧阳希子已经找到了，就在里面。先别冲动，冷静一下再进去。我不会因为这点小事而失去理智的。沈总来了！沈总，请问一下，Alice的代言人欧阳小姐为什么会去代言诗恩呢？对啊，对啊，说一下，说一下好吗？是啊，合理的解释。对啊，沈总，沈总，说一下吧，说一下吧，沈总。欧阳小姐，你难道忘了，你和我们 Alice 还有合约在身吗？合约上写的非常清楚，在合约的有效期内，绝不能再代言其他的时装品牌。你今天这么大张旗鼓的和诗恩签下了代方合同，公司一定会向你追究法律责任。沈岩，你这个 LC 的总裁做得很草率啊！公司里边发生什么事不知道啊？我提醒你一下啊，半个小时以前 ，LC 的法务部跟各大媒体发布了一封律师函，上面白纸黑字写得非常清楚，因为欧阳希子小姐违反合约内容，给 LC 旗下的品牌带来了负面效果，因此解除与欧阳小姐的代言合同。来，自己再看一眼啊。我看你这个表情，我发现你是真不知道。沈总，您这个 CEO 当的真的是棒，棒到没话说。走，哎呀，
谢谢。你是怎么知道孙彼得今天是在这里开发布会的？自从他偷走 Lazy 的设计之后，就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他的一举一动我都很关注。他专门挑选了一些跟他关系过硬的媒体，还真是一点都不漏。很显然，他是想给你个惊喜。我现在仔细想想，从法国的那场大秀开始，一切都是他在搞鬼。从法国？爱丽丝在法国的那场大秀，欧阳希子突然消失，那场秀差点就毁了。原来你用安迪沃霍的波普艺术举办了那么一场完美的秀，其实是临时的应变之举。但今天孙彼得赢了。侥幸。诗人和 Alice 是同时期创立的品牌，而且都是女装。秦野和孙彼得还是大学同班同学。这些年来，我们两家没少竞争。但说句心里话，我从来都没有把他看作自己真正的对手。大概是我太轻视他了，今天才会输得那么难看。你很了解他，也就是说，在这之前，他从来都没有赢过你。可以这么说。那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一只老鹰怎么会被一只麻雀啄了眼睛呢？你的意思是，有人在帮他？我还不确定，我只是想到了一个老对手。谁啊？等我确定了以后再告诉你。好。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搞不清楚啊，在你没有弄明白之前，你为什么要和那个欧阳希子解约呢？如果我说是因为猪队友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在推卸责任？Alice 的 CEO 居然也有这样的无奈啊！公司不是我一个人的，其他人的决定我必须尊重。在这个时候，你有没有希望整个公司都是你一个人？这样你就不用顾及那么多其他了。公司是我一个人的，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。就像 Lazy， 总不见得是你单打独斗的结果吧 ？Just joke。OK。有没有兴趣赏脸吃点东西？改天吧，欧阳小姐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。好吧，如果你有什么需要，尽管跟我开口。东西呢？东西已经准备好了，不过我们再商量商量哈，少点行不行？这5%的股权，是我能拿出最大的诚意了。那我不要。哎，对，开玩笑，别生气。哎，对了，你跟那个 Lacy 的陆准什么关系啊？这么绝密的设计能拿得到，怎么办到的？如果真那么简单，还值你公司5%的股权。陆准已经找上门来了，气势汹汹的，看起来不太好惹，我不想得罪他。你已经得罪了。帮我们安排一个设计总监的职位。哎，不是，那你什么时候上班啊？看心情。什么看心情？哎，没有工资的啊！我帮你3餐，连几杯分我，做错事一样偿还呀。自从爆出欧阳陪酒的丑闻后，欧阳希子就没有再露过面，今天却和诗恩站在一起，是怎么回事？我觉得这件事情有必要让大家清楚，欧阳小姐其实是一个受害者。LC
在没有完整了解事件经过，并且没有给欧阳小姐一个解释的机会的情况下，已经单方面宣布解除与欧阳小姐的代言合同，所以今天诗燕的所作所为是完全合法的。第二，其实这件事情，沈小姐，我希望尽快能跟您取得联系，我有很重要的消息告诉您呢。沈小姐，现在很难解释清楚，麻烦您尽快给我回复，沈小姐。史密斯先生，你先不要急，你跟我慢慢讲清楚到底怎么回事。好的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最开始来一个中国人，他要向我们定制一批钻戒。他们设计非常精美大胆，对每项工艺要求都是很苛刻。要不是我们有100年的珠宝加工经验和高超的工艺标准，也根本接不下这个订单。但他们有一个特殊的要求，指定每一枚钻戒都必须使用3克拉精度 VVSL 10 couleurs 3X 的蓝色火焰工艺切割的钻石。BNS 珠宝已经很久没有搬上过这么大的摊子，我心想沈小姐上次帮了我一个大忙，所以我想把它当做一个惊喜，作为给你一个报答。可是突然出现这么一个人，当然不可靠了。他是我的好朋友巴蒂斯介绍的，巴蒂斯和我30年的交情，绝不可能骗我。而且我去了这位客户在巴黎的办公室，看上去完全没有问题。于是我们谈成共识，签订合同。那后来呢？我一方面让我的珠宝商朋友帮我继续收集所需要的蓝色火焰钻石，另一方面，我们把买到的钻石开始进行加工制作。这个制作过程十分不易，我们用了经验最丰富的工匠之父。经历了很多次失败，咱按照对方的设计图，成功做出了设计要求的钻戒空多。虽然我需要的钻石数量很多，按照我对珠宝市场的判断，购买到我所需要的蓝色火焰钻石应该不成问题的。可是，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。市场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买家，他大量的收购3克拉以上的蓝色火焰钻石，蓝色火焰一下子成了金价货，价格在中盘商那里也跟着翻了2、3倍。如果我按照那么高的价格收购我所有需要的蓝色火焰来完成订单，不仅赚不到钱，还要倒贴进去。我到处找那些珠宝供货商，想尽办法收购我需要的钻石，就连以前的竞争对手都找了，可是找到的数量实在不够。最后，眼看着交货的日期越来越近，我专门赶到巴黎，想让对方能够多给点时间。可是他却一点情面都不给，他还给我强调了，只要时间一到，如果不能如期交货，就会立马向我索要赔偿。虽然是赔本买卖，但是我不能想象我毁了 BNS 的招牌，那是我和的妻子共同创建的 BNS 是我们的毕生的心血，所以我还是咬着牙。以高价收购到了足够的蓝色火焰，日夜赶工，想如期交货。可是时间太紧了，最终还是没能完成。事情就是这样了。沈小姐，我知道
你公司用税务家门前替我们做了经济担保。现在我们付不起500万的违约金和1500万的银行贷款了，这呢宣布破产了，这会直接导致你的门店被银行扣押。造成这个局面，我现在真的很抱歉呢。你看，就是这样一个情况，我深表歉意。备受打击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现在我们付不起500万的违约金和1500万的银行贷款了，实在没有办法，只能宣布破产了。我真担心银行将扣押你的实物家电呢。我深表歉意，备受打击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哎，耳朵来一个，小眼睛。哎，沈小姐，沈小姐，你稍等一下，我们孙总正在开会，你真的不能进去。好。哎呀，你稍等一下，沈小姐，我们孙总正在开会。沈小姐，你，孙总，抱歉，我没拦住。人家沈总是我这么多年的老同学、老朋友了，你以后对人家客气一点啊。沈岩，你迷路了，你来我这儿啊？走。史密斯的事是不是你干的？史密斯哪位啊？少给我装傻！施恩一直在爱丽丝背后耍手段，从法国的大秀，到欧阳希子的代言，现在连史密斯珠宝的事也出了纰漏，你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啊？我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孙彼得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不敢承认？你也太虚伪了吧！欧阳希子你都可以直接从我这边挖走，史密斯的事你有什么不敢承认的？是，挖你墙角我认，是你们 LC 为眼中钉啊，不对，是秦野为眼中钉我也认，但是什么史密斯的，我听都没听过，我凭什么认？你瞪我干什么？你眼睛瞪这么大也没有用，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你欺负谁眼睛小？来。以你的智商，你也做不出来这种事情。是谁帮你出的这些主意？你背后的人到底是谁？我背后有人吗？你不要瞎挖，沈妍。我从小到大最怕这种飘啊飘的东西了。我一定会查清楚的。你最好不要骗我。哎呀，我好怕哦，好凶啊你，吓死人了！喂，刚才沈嫣来了，我问你啊，什么史密斯？谁呀？怎么了？他来问你珠宝厂的事了？对呀，哎呀，气势汹汹的，恨不得把我吃了。你到底对他干什么了？你不用着急，明天新闻一出你就知道了。哎，别太过了哈，怎么说他也是我同学。你心软了，心软了我立马收手。我不是，我是说你以后采取行动之前，你先跟我打个招呼行不行？你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啊。准备？有准备哪来的 surprise 啊？是不是，孙总？
迎你们，欢迎你们成为 Lazy 在中国的第一批贵宾。陆先生，这次 Lazy 在中国的开业宣传得非常火爆，同时您还带来了4大设计师。我们非常想知道您的新产品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销售呢？我知道，很多人都是冲着4大设计师来的，对吗？我也知道，你们为了这些限量款排了一整夜的队，但是不好意思，今天所有的限量款我们只送不卖。哇，真的假的？大家先别急着激动，要想得到你们的礼物，首先要为我做一件事。我希望大家不要把这里当做一家服装店。这么些年来 ，Lazy 一直在世界上传递着一种心情，一种可以让人抛弃琐碎、忘记烦恼、享受逃脱压力的喜悦。你们告诉我，你们排了一整夜的队，风餐露宿是为了什么？一件限量款到底能给你们带来多少欢乐和喜悦呢 ？Lazy 不希望商品成为大家的负累，你们尽可以把这里当成你们的后花园、你们的会客厅，一杯红酒，一杯咖啡，享受这一刻慵懒的时光。把你们的心情，把你们的美好告诉我，分享在 Lazy Land 里，这样我们也会把礼物送到你们每个人手上。Smell。好了，把这里当成你们的乐园，尽情的分享吧。这么快就上了推送啊？是啊，真快。太快了。是，挖你墙角，我认；视你们 LC 为眼中钉啊，不对，视秦野为眼中钉，我也认。你找我？我刚刚从施恩回来，孙彼得怎么说？他说不是他。狡辩！我也觉得不是他，我觉得他这次说的是实话。你想，孙彼得的性格很张扬，如果真的是他的话，他恨不得开瓶香槟来庆祝，根本就不会抵赖。OK， 就算真的不是孙彼得，这事还能有谁？现在台面上就这几个人物，和我们有来往的，能从我们的损失中获得利益的，除了施恩的孙彼得，还会有谁？Hello. Hello. Nice to meet you. Nice to meet you too. Cheers. 很高兴你们能来。恭喜你啊，陆总。哇，这么小的杯子，秀气。今天的酒还不错吧？谢谢。你喝得很漂亮。看得很入迷吗？这幅画很有意境。它的名字叫做《愤怒的海》。你看它的布局、色调，会不会觉得画家把所有的痛苦和恩怨都隐藏在大海之下了？看似平静，其实内心波涛汹涌。哦，你懂得太多了。没有啦，一点点。今天你们开业，你看我来的太急了，没准备什么礼物，恭喜啊！你能来已经很给面子了，再加上外面那些针锋上的记者，不也是你给我的最好的礼物？
你们开业声势搞得这么大，哪家杂志不想要头条？能把这么好的机会送给我，我才应该感谢你呢。找机会请你吃饭。还有让美女请客的道理。你的好朋友沈嫣今天没有来。啊，嫣她还有工作，可能一时过不来，理解一下。没关系，我为你们准备了一份小礼物。路易，值得拥有。真是会说啊。这是小马哥最新款的设计，我特意为你们准备的。啊。有点花哨。我觉得这件适合你，你觉得呢？帮我包起来，谢谢。OK。这怎么好意思啊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你是时尚杂志的领航人物，像这样的礼物可能天天都会有，千万别跟我客气，请笑纳。好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。但是饭我必须要请。择日不如撞日，要不然就今天。他今天应该没空了。我来势汹汹，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薇薇，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需要找陆准谈一谈。好啊，那你们两个聊，反正吃饭随时嘛。那我先走啦。态度好一点。我估计你要跟我谈的事儿，在这儿说不合适，去我办公室的。要喝什么？不用了，问完了我就走。看你的样子，像是要兴师问罪啊。你是心虚了吧？这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吗？没头没尾的，我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事儿。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史密斯出事了。哪个史密斯啊？你别装了。珠宝的订单是不是你下的？你说的什么订单？我不知道。你说的是法国的那个史密斯，对吗？